欢迎您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谈论到的是上合峰会，很多人关心，因为在8月31号已经正式展开了，就在天津。好，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要塑造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吗？上合峰会呢，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彭丽媛举行了欢迎宴会哦，就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面来迎接国际贵宾。好，宴会之前呢，两人热情的迎接外方的领导人夫妇哦，跟他们亲切的握手，而且还有进行一些合影的留念。好，那我们看到了，现在金正恩怎么去呢？他说，传9月1号要搭防弹专列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出席的是阅兵。好，有很多人说他是有个神秘的专列出发，会在9月2号的时候抵达。那直接会出席的就是北京当局抗战8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那普京金正恩就也会出席这个北京阅兵，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中国、俄国跟这个北韩这边3巨头的座位哦，现在有预告说，这个俄方这边就是预告金正恩跟普京都会坐在习近平的左右侧哦。那对照2015年9月3号的阅兵哦，习近平左侧坐的是中共现任以及退休的大元，那右侧才坐的是外宾哦。这样看起来3巨头会一起坐在一起。好，那看到纽时也讲说，现在白宫国安会的前主任席恩还有讲到说，习近平外交政策的策略上的成功，体现在外国跟国际组织领袖访中的行列上面。那习近平呢，他现在很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更像是被访中的外国领袖环绕，而不是遭到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友伙伴的围困。所以现在习近平的 C 位想要重塑的是全球秩序吗？我们再看到普京，当然也是要跟习近平来见面嘛。普京这次阵仗很大，我们看到他有率领了3位副总理，以及超过10名的部长，还有一些企业家嘛。那他在9月2号预计会跟习近平来会面，接着就会参加9月3号的阅兵。双方的议题包含的是美国的关系以及乌克兰的问题等等。好，那当然上合峰会的接机，大家也会看这个政治语言怎么做，有一些讯号吗？这陆方派出的接机官员哦，呈现出这一次的外事接待布局差异。那目前最高的层级的接机官员是副国级。好，中共政治局的委员陈明尔，那负责迎接俄国的总统普京。那普京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也已经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会面了。好，那在上合峰会揭幕的时候，习近平跟莫迪之间喊了一句哦，叫做龙象共舞哦。因为莫迪是睽违7年再度访中哦，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蛮有历史性的意义。好，双方不止承诺推进双边的关系，习近平更说，中国龙跟印度象应该要当好朋友、好邻居。那甚至哦，这个习近平还跟莫迪说，这个中印关系不应该由边界问题来进行定义哦，说现在不应该通过第3个视角来进行审视。好，那莫迪当然也回说，我们应该要缩减像是印中的贸易逆差，以及在反恐公平贸易上面哦，要做一个扩大的合作。那现在习近平在这个上合峰会之后，他当然莫迪除了跟习近平见面，还跟蔡奇见面了。那甚至也讲到中印之间的政党交流机制应该要来恢复哦，所以就说，这个习近平先会面这件事情，对蔡奇来说是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看中国跟印度还有俄罗斯哦，这3巨头现在看起来跟美国的关系相当微妙。好，上合峰会也见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习近平说，世界100年的变局当中提供了稳定性。好，这秘书长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古特雷斯啊。好，那当然习近平也说，现在中国是联合国可以信任的伙伴，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哦，说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那莫迪跟普京抵达中国大陆之后，这个抗美的团队是不是已经形成呢？因为普京大阵仗反攻哦，这访中几乎是大半个俄国的政府随行。那金正恩这边呢，也是要搭火车来抵达这个北京嘛，出席93阅兵。再加上伊朗总统啊，还有中国、俄国、印度、朝鲜
伊朗哦，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反美大联盟正在成型。那美国这边怎么说呢？看到中国大陆这个肌肉秀得很频繁，现在美联社有认为说，这个中国上合峰会还好吧？这个目标跟计划根本是模糊不清哦，甚至还戏称为说你从没有听过的最可怕组织。他说的是上合峰会哦，但问题就在有一些学者还是认为说，川普你现在的关税哦，其实反而促成的是中国还有俄国、印度的结盟，现在似乎还把中国的影响力日益的提升哦，这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现在的国际局势？因为9月1号上合峰会，9月3号是北京阅兵嘛，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人家会一起看啊。那上合峰会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3大都到了嘛，啊，那北京阅兵就是中国、俄罗斯、北朝鲜还有伊朗都在上面啊。那这个当然人家会去做一定的理解啦，就是说，第一个上合峰会当然就是站在全球南方的角度，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定位的，它的对焦就是 G7 啊，所以他们对于全球的不平等的关系啦，还有在 G7 以外，他们之间的合作的可能性，当然会有所讨论啊。比如说那个本币互换，就用非美元来交易啊，这也不是只有中国的立场啊，主推是俄罗斯啊。那甚至可能还会讨论稳定币啊，然后国与国之间有一些这个手续费的减少啦，税的降低啦啊，大概是这样。就全球南方的角度，可是今年因为特别嘛，川普在搞贸易战嘛，所以就增加了一个角度了，就是中国大陆变成是自由贸易经济体制的维护者，它变成全球秩序的稳定的力量了。那对比美国变成是破坏者，跟这个造成不确定性的主要的来源。所以我是觉得。本来上合组织是没有那么大啦，它基本上就是全球南方的观点嘛，为什么今年会让人家放大来看？因为美国的角色在下降嘛，你成为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不确定性的来源啊。那至于阅兵阅兵那个真的就是，我会把它理解为中国正式昭告他走出韬光养晦了。就他以后就要有所作为了，要在全球话语权更讲出自己的主张，然后全球治理上面来表达立场啊。那也会包括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实际军事力量的展现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对美国后续的整个亚洲的布局，我们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一定会看到明显的影响。好，这确实是可以观察的这个指标。好，我们接下来问大使。这次莫迪去这个中国大陆访问全球都很关注，是，这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我自己看法就是说，莫迪现在去北京去大陆他虽然不参加93阅兵，可是他参加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而且是在美国宣布对他课以这个惩罚性关税的第2天，印度就宣布莫迪要去大陆开会。那所以现在就是说，莫迪这次去如果说用简单的方法来形容，我认为他就是要联中抗美。因为这个现在印度的跟美国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而且这个川普很不给莫迪面子。老实讲说，上一次你跟这个巴基斯坦打仗，你有5架飞机被打下来，一直讲他痛处。结果呢，莫迪他们方面不是很满意的，川普又说，好像不是5架，而是7架，所以现在这个关系弄得很僵。那而且呢，现在印度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印度获得全球最差待遇，50%的关税。那你就是说，把印度销美的市场机会全部关了嘛？那你这个2国是从形同经济断交那这个事情是很严重。那问题是印度的国内的反应，舆论反应是什么？说我们要跟美国人干下去，绝对不能示弱。
印度啊要自己找别的方法生存。那莫迪事实上前几天也讲了，他说我们要另辟市场，明白的讲就是中南美，还有呢拉丁美洲，还有中国大陆。所以事实上印度现在就是这次去就是把一切跟中国大陆过去的矛盾放在一边，就是要怎么要做给美国人看，解除美国人对印度目前的这种这种经济上的一种制裁，所以等于就是要联中抗美。那中国大陆，你看习近平讲一句话很关键，就是说，他说不能让中印的边界问题来定义全部的中印关系。这句话就是其实是中国大陆外交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存异求同。虽然有相异点，可是把它放在一起，双方去求同。所以呢，对中国大陆来讲，我对于他们对于现在的印度对莫迪来讲，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这个对外关系里面的一种做法。也有4个字可以形容，叫招降纳叛。好，我们接下来问赖老师。上合组织既然叫组织所以它有常设机构，然后它也提供一个平台。常设机构就是这个领导峰会结束以后他们这个机构就开始运转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峰会决定的大方向、大框架跟文件之后，这些机构就开始执行了。那第2年轮值的国家他们本身又会再重新的检视一下，说，我们去年执行到多少，然后推动怎么样？那我们来看看，目前来讲，他们大概是3块了，一块是安全，一块是经济，另外一块是文化交流。安全这个部分有常设机构，例如说反恐怖、打击恐怖主义，那这个有机构在不断的在交换情报。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新成立的，反毒了，也就是说，这些毒品都在这些上合组织的国家里面都要交换信息，打击毒品犯罪。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犯罪的问题，也就是诈骗的也好，还有就是骇客网络集团，他们也都在做联合。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功能的。另外，在经济合作这个部分目前来说，大家看到了，就上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10个国家，还有对外伙伴国，他们的经济体已经到了8900亿美元左右了，而且呢，他们平均的成长率都是5%在2024年，整个世界经济不好的情形下，上合组织的成员国经济成长率都是5%最低的是4.5%。可是你看看这个欧盟或者是欧洲国家 G7， 他们大概都很少突破2%，所以就代表说，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经济体是比较活跃的，比较有力量的。那他们就会问，为什么会比较有力量、比较活跃？一方面安全，2方面经济发展的更好，3方面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学生的交换、老师的交换更强烈。那大家会问为什么？主要还是一带一路，也就是交通的串联。交通的串联使他们的整个经济上来。那大家都看到了，它的组织从原来的中亚、中国、俄罗斯、中亚，现在已经发展到非洲、北非的埃及，也发展到中东、伊朗，然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然后东盟也都开始要进来了。这代表什么？它往外辐射了，欧亚非大陆的往外辐射，这个其实力量不少的，不能够像欧洲的说，哎呀不怎么样，不很怎么样，越来越大，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越来越大。好，这是越来越大，所以川普忌惮吗？那现在川普的关税政策反而让这个反美的联盟正在承袭当中。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带大家把镜头转到的是印尼，来看他们其实现在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这个是跟这个民众示威升温我们看到画面上，他们不满的是高物价、低薪资，但是相对剥夺感很重的是，国会议员津贴又过高种种的因素，现在多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好，雅加达市中心有多个城市都陷入了暴力冲突的状态，示威民众跟政报警察对峙，投掷鞭炮、烟火还有汽油弹那警方也是以这个催泪瓦斯还击，那不少的地铁站还有公车站都是暂停营运这是我们带给您看到印尼
尼这边的状态。好，那到底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呢？其实跟他们印尼的国会很有关系哦，因为自肥啦。好，抗议者指责说，国会议员的薪资跟住房的津贴都非常的优渥，已经是高过一般人了。而且在一辆警车撞死一名机车骑士之后，哇，整个示威活动在28号就马上变成了暴动。好，部分的政党人士的住宅跟政府设施遭到洗劫或是纵火，好，民怨一夕之间马上的升高。我们就看到印尼总统这个普拉博沃，他说国会领袖们已经表示了要撤除这些国会的政策，包含国会议员补贴还有海外出差都是暂停实施的。他说他已经下令了军警要坚决采取行动，打击破坏公共设施还有洗劫个人住宅的经济中心的一些作为。好，那也因为这个暴动事件所以这个印尼总统原本是要去中国来看93阅兵的，但他现在已经确定是紧急喊卡了。好，那总统府发言人则说，总统希望持续的直接督导，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所以总统是无法应邀出席盛会，也向中国政府来致歉。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除了印尼这边的状态之外，现在美国这边也是跟很多人有一些不开心啊。我们前面讲到跟莫迪嘛，其实现在莫迪真的是蛮强硬的，说川普其实有打电话给莫迪，又跟他提出这个印巴冲突，我感到很自豪，然后还说巴基斯坦准备提名他拿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在暗示莫迪说，你也应该这么做啦。然后就莫迪怎么回他呢？他说，美方介入跟印巴停火没有直接关系停火是印巴直接的谈妥，然后也是直接很不客气的这个跟这个让川普讨了软钉子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最高的领导人哈米尼现在用中文来谈中伊关系好，那他是直接就有中文版说他们有一些这个波斯语还有中文的2个版本，也因为中伊关系来发文那他就要出席这个上合还有阅兵，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嘛，那很多人就很关心。那现在看到洪都拉斯也跟中国大陆这边签了一个新协议说要跟中国这边出口3000吨的白虾。好，这是2项意向的这个采购合约说这个要采购的是3000吨的红国白虾。那中国大陆的这个举动就进一步巩固了2国日益扩大的一个贸易关系，这是古巴官媒还有拉丁美洲新闻社所报道的。不过消息人士透露说，到2025年中国大陆有望会成为红国在亚洲的一个首要市场大家现在都在看中国这边希望可以跟他比较靠近。那我们看到川普的政府官员则是说，因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虽然裁定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违法，但是川普的美国贸易代表则是说，我们不管法院裁定的结果如何，政府仍然会持续的跟各国贸易伙伴来推动谈判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洗下去的头就还是要洗干净好，那现在看到美国还是一团乱，我们这个之前讲过，川普已经死的这个假消息疯传说现在已经有抓到人了，有抓到一个状况是说哪一篇贴文出现呢？也就是说这假消息是来自于说有一个公开川普的行程表，说他从8月27号连续多天都没有公开活动，甚至连周末与9月1号的行程都是空白的，所以外界引发揣测，那贴文也超过了3300万次的浏览那川普后来不是有出现吗？所以他也是驳斥了这死讯或是什么的状态。但是呢，现在川普不是有介入芝加哥的治安吗？芝加哥市长则是签署了行政命令，他说市警不需要跟任何的国民警卫队还有联邦执法的人员合作完成任务，他们就禁止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佩戴口罩或使用随身的摄影机还有乔装。他说必要的时候你还要展示姓名还有你的职员编号的资料，才能让公众认识你这个执法者的身份。那美国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他之前不是说这个大学生我们欢迎中国的留学生来吗？哇，是不是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每个月都会收掉2间大学，所以这个很多大学可能会面临断炊如果还在打击国际生的话，那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才让川普稍微松口，认为说我们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啊？好，我们首先就问亮哥。印尼这个
是传出要给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啊，1个月$3000，一个月。印尼的人均所得大概接近$5000，哇，很高。他给国会议员这个是房屋津贴，不是薪水，一个月房屋津贴就$3000。不过我认为这个只是风暴引起来之后被特别强调的重点嘛。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经济不好啦，高物价啦，然后贫富本来就很悬殊嘛，那再加上有一个司机被那个装甲车撞死嘛，就一发不可收拾啊。不过印尼是这样啊，因为印尼的 Twitter 啊，就是 X 啊，是非常广泛在用，那里面充满了假消息，所以虽然那个内部那个基本上很难说是外国势力啦，可是假消息来自海外的非常多，非常的多了啊。那印尼在选举的时候，每次那个抖音不是抖音啊，那个 Twitter 都非常非常严重，那到处都是假消息啊，所以这个只要本来就有那个矛盾在啦，所以星星之火就烧起来了啊。那确实很严重哦，很多地方都发生暴动啊，所以坦白说，因为这个所得比较高的华人也非常害怕，因为往往会被波及嘛，啊，所以普拉博沃好像因为这样，所以决定93阅兵就不去了啊。这个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一个变数啦。那为什么会联动到国际阴谋的猜测啊？因为普拉博沃去参加93阅兵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因为2015年印尼没有去，所以当然有人会这样传啊，说是不是有人要破坏93阅兵这个事啊？不过到目前没有证据啊。那我只能够说，根据我对印尼政治的了解，是 disinformation 非常容易，在选举的时候容易散开啊。那真相，我想事后会有一个调查报告了。好，确实现在印尼的状况哦，其实因为我们跟这个印尼稍微没有那么的近去讨论到，那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现在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问的是大使。哦，对，那个就是说，印尼其实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街头运动的，因为它社会结构不稳定，它这个贫富差距很大，而且它过去一向是什么？一向是这个政府官员非常的贪腐的，所以去印尼的话，你就看到这个一般老百姓啊，眼神都怎么样，很涣散。可是你要去他那个高级的那个场所啊，那个物价都非常贵，最豪华的享受都有。所以贫富差距蛮大的，差距非常大。你去雅加达，你看它的百货公司哦，对，那个大到我们在很多地方没有看到那么大的啊，什么店都有。然后呢，任何的奢侈品都有。你要他们那些他们那种男生穿的衣服啊，有一件要好几万台币的。那可是，一般老百姓的话，穿个 T 恤再骑着摩托车，所以就是差距很大。那再加上这个普拉博沃事实上上任以后事实上很多作为，事实上这个印尼很多尤其民主派对他很不满。他比如说，他规定印尼因为过去有军人干政的这个所以他一条法律说，军人能够服务的政府机关有限制，只有10个。可是呢，普拉博沃给他放到15个。那这个15个里面居然包括所谓的这个检调机构，检察官办公室也可以军人去干，就造成很多这些民主派人士对他不满了。另外，他过去他会当选，跟他的前任就是这个佐科威的支持很有关系。可是条件是佐科威的儿子当副总统，那所以佐科威事实上的话就跟他妥协了。他是什么背景呢？普拉博沃他的岳父是鼎鼎大名的苏哈托，是军人，他本人也是军人出身。然后他在苏哈托的时代是军人统治的时候常常在镇压反对派的学生用铁腕镇压，谁去执行的？都是普拉博沃执行的。所以印尼的民主派本来对他就不信任。那上任以后又有很多作为呢，又怎么样？让人家感觉到有军权复辟，然后又有什么贪腐复辟，
因为为什么？他前一阵子2月的时候成立一个主权基金，这个主权基金呢，把印尼的7大国营事业，哇，石油什么钢铁啊这些全部的股权啊，这些股份都放到这个主权基金里面去管理。就人家就说，哇，那这个就是让这个社会啊，又变成什么政治权力又去掌握社会的经济了。所以这一次的事情看起来闹得很大，所以呢，是不是会继续延烧啊？这个我们都还要观察，还不晓得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能够稳得住嘞。我们接下来请教的是赖老师。这位军人出身，也曾经发生过这个大的动荡不安的这位领导人，他上台之后，马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社会事件，大家当然会对于他的背景对他的群众运动的处理的方式会比较担心。他本来是要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的，因为这一次中方有邀请新的5个朋友进来，例如说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还有就是老挝，就是辽国了还有一个就是土库曼。那最新的讯息出来了，老挝已经正式的全言一致同意它成为对话伙伴国，所以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又增加1国了，就加1了，15了本来这个普拉波沃就是要来出席这个会议，因为印尼是东盟的很大的一个国家。你看这一次上合组织已经扩大到东盟的五大强国了那现在普拉波沃这个上合组织不能去了，93也不能去了。他本来是结束以后要到日本去访问的，那现在日本的行程也都取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国内的问题动荡不安，要处理也不容易。他当然立刻马上就铁腕的说，对于他们的国会议员的那个津贴就取消。这一点我讲自肥案就取消。讲到自肥案，我好像记得台湾也有发生过那只是说对不对？郑亮？我们的立委也有发生过自肥案，没有到这种程度没有到这种程度这个房租津贴$3000哇，这个真的是不少而且以印尼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国民所得这么低，然后给自己肥成这个样子，这个当然这个印尼人就看不下，就是一个导火线不过我觉得对于美国跟印度的问题现在比较麻烦，因为双方都在耍脾气，但是双方都在耍脾气，都希望对方来安抚我一下。其实川普也是希望莫迪安抚他一下，莫迪也是希望川普安抚他一下，但是目前2个人在闹别扭，两方都不愿意。怎么像男女朋友的关系？他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你看他们那个莫迪去美国的时候抱那个川普那种眼神那种感觉真的是2个人是就像川普所说的友好到不行的这种地步。可是问题是9月份的这个川普说不去印度了，那 QEAD 还怎么开？ QEAD 是以美国为主其他的都是不怎么样的。例如说请问一下日本如果没有安保美国为主的话，日本的军舰它只能保护美国的军舰它不能够介入国际之间的战争那没有美国的话，那这个日本干什么用？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军舰海军根本不是一个咖整个国家的总兵力才6万多人这个简直是不是一个角色了。印度的航母的飞机都还飞不起来那要干什么用？所以我们都觉得没有美国参加的 QEAD， 这个印度不知道该怎么开，我也很想看。带你掌握政局的变化，追踪事件的真相。欢迎您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英伦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大家现在看莱尔校长不管是校长呢，还是阿德士其实真的是好多好多。那最新也看到了有神隐莱尔他有上集，现在下集也出来了。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据上集贪婪的爸爸不顾家人的死活，不把团结时讲说完，独自逛起了垦丁大街，看到眼前纳税人的贡品，父亲邪魅一笑，今天不来个726吃到饱，真是太对不起青鸟们了。神隐少女只好独自一人逛起了乌烟瘴气的飞鹤家园，赫然发现了映入眼前的既然是一座写着贪污的发电厂，每度只卖你6.92元，真是太香了。
少女开心的到处开着直播，说着都快晚上10点了，桥下竟然还有人从事竞选活动，喊着大罢免大成功。突然，桥上出现一位热心的小卷毛，提醒神隐少女这么晚了直播不要拍到小孩。可惜一切都太晚了，冲仔星人晚上要出现揭弊了。小卷毛说：“我可以用造谣法术拖延30年。”只见小卷毛吹出无数的蜜饯，好让女孩有时间弃保潜逃，还能拯救她的小猪铺满。但事实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真是太离谱了。好，小卷毛是谁呢？大家一看也知道哦，这满满的讽刺时事梗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说是莱尔宇宙大爆发，现在莱尔宇宙是不是演化成莱尔的多重宇宙呢？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莱尔神隐莱尔的一个二创影片哦，大家在最记得吧？这个莱尔校长开巴士嘛，这个看到这个图就知道了。结果后来又发现突然有这个赖马德的部分，接着呢就是有阿德主厨嘛。现在已经到12话了。好，接着最近我们看到有赖神创世的漫画也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说现在莱尔宇宙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莱尔的多重宇宙，这 IP 满满满，二创满满满。好，接着我们要看到是这个赖神创世的这个漫画，其实他们自己还出了 T 恤，这 T 恤很特别哦，有青鸟会飞出来，还有长毛象，还有其余人种，更大的民主，不是表决多数就赢，还有干净的煤，还有杂质，通通满满的赖神的这个梗哦。好，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政府，因为要监督执政党嘛。好，那当然有这个作者哦就被大家说是不是故意针对赖神啊？好，不是哦，我们看到他之前也曾经做过马皇降临，讽刺过马英九。那只要不满民进党的，之前不是都会说哦，就是中共同路人，有人这样讲，好像是这个曹大哥嘛，哈。好，那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连零日攻击也被质疑哦，这是谁质疑的呢？是方恩格，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哦，他说真的是跨北 Loki， 怎么说呢？他说原本想在国外或是譬如说日本或美国上演零日攻击，希望借此获得支持台湾，但他必须很遗憾坦白的说，这会枉费心机，因为外籍人士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剧在演什么，在说什么。他说迄今为止哦，他已经看完了10集剧情的一半剧情，那他现在只想说，希望核准资助这电视连续剧烂片的政府官员应该向台湾所有纳税人道歉。好，那这个川普同路人中共不欢迎哦，现在是不是有人就说你是境外势力吗？想要搞认知作战、协同作战吗？有点在反讽的意味。那不过我看到马上就出现了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哦，他叫做布劳，他就说零日攻击很好啦，很好啦。他说这个是为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树立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那剧中的情节值得现在就来思考，台湾民众因此能更加的做好准备。但也不少网友说，这看起来比较像洗地文啊。好，真正有看过零日攻击的，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整个状况哦。好，那我们看到俞北辰将军哦，现在也认为说，你们这个志愿役哦，为钱当佣兵啦。他说现在志愿役齐头式的加薪3万才决定要投入军旅的，有现在还根本在入伍生随时就可以滚蛋哦，说这不叫志愿役，叫做佣兵。好，有粉专就说，那不然你把退休俸给我拿出来，他也是退役的将军嘛，哈。好，那当然现在俞北辰，只要俞北辰说话哦，这个馆长这边就会有一些反应。我们来看看馆长怎么来唱 rap 骂俞北辰。进党真是骗子，俞北辰是个傻子，还有那个赖清德，更是他坨65K2 射击300公尺，65K2 而且可以打到俄罗斯。蔡英文就是个台湾当成白俞北辰直抛量365人间烫死。俞北辰将军真的是被照相当个小丑，如果他去当喜剧明星，肯定是个大手。解放军登陆之后会迷路，因为他们不会用虎口。你到底讲什么啦？希望青鸟可以上我大厅，解放军力，尽管之后攻下台湾，就像憋死一只来。好，馆长哦，对于俞北辰哦，之前也曾经有个这个210%的嘛，也曾经有评论过。好，那我们再看到是黄伟汉哦，黄伟汉最近邀请了罗志强来上他的节目。好，不过罗志强哦，对他哦有觉得很失望啦。我们先听罗志强怎么说。一定会喜欢听的话。好，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啊，
抱歉啊，我的幕僚是全部反对啊。他说黄伟汉已经不是黄伟汉，黄伟胜是绿伟汉哈。铁天子就监督政府，什么时候媒体的天子变成监督在野党？然后呢，你没有制止他，结果呢，你还附和他。好，罗志祥讲的其实就是726大罢免那一天啊，跟这个绿媒的政论节目上面，他认为黄伟汉并没有做比较公正的这个判断。好，那当然现在在整个国内的政治上面纷扰还是很多，尤其赖总统不是说不喜欢人家说他是莱尔校长吗？好，那现在二创影片还是满。我们首先问亮哥，这个《零日攻击》这部电影啊。主要是它的逻辑都不通啦。其实你不管问军事专家，问政治专家，就是两岸真的发生战争，那个不是这样来发展的嘛。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有名的战争片很多啦，那有关屠杀的电影也很多啊。为什么南京照相馆得到的评价不一样？就它真的就比较符合那个实际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且它有事实根据嘛，那你说战争片很多啊，那个国外的战争片，人家那个脚本都会细细去论证，或者请军事专家来研究，说大概会怎么进展啊？那你这个等于是进展到让台湾的民众陷入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嘛，你到时候根本就不会这样发生啊。所以方恩格就看不下去了嘛。方恩格是常年住在台湾呢，他就觉得，而且他因为《零日攻击》在那个第1集跟第2集是免费的，方恩格还付钱看到第5集啊。然后他就说，我看到第5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他觉得他看不懂啊，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军事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嘛。他就觉得你这个是在误导台湾的老百姓嘛，比如说我随便讲个剧情呢，我不知道现在演到了没啦还有说登陆之后，然后把台湾的监狱的犯人全部放掉了，这是什么逻辑啊？然后总统讲的中文是英文腔，这在台湾会当选，所以我只是随便讲2个例子啦。我就觉得很奇怪啦。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不诚恳嘛。你文化部要做这种电影那你就诚诚恳恳的去考究剧本嘛，然后拍一个比较正规的嘛你要花多一点钱我也没意见。事实上我跟那个文化部比较有关的一些朋友啦，他跟我讲，他说这个还是1、2年前领的钱。你现在看到作品了，后面还有。他说后面的脚本比这个更可怕，所以这个就是离远嘛，文化部要负责嘛。为什么你对这种这么重要的电影，你完全都不去考究，做一定的要求，对不对你以为在美国、在日本，一部战争电影可以随便上？这个还带有政府的补助政府的补助就是要严肃要求嘛，就是要符合逻辑嘛，要符合军事逻辑，符合两岸的状况，还有真正打起来的模拟，这个都是基本上要做的工作你有做吗？可笑至极嘛！日本人也拍过很多战争电影美国更多，对不对？人家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人家怎么拍的丘吉尔至暗的一日，人家怎么拍的人家考究了多久人家才拍的所以看完为什么你会有感觉嘛？美国多早就拍过最长的一日，日本后来也拍了最长的一日2部我都看过人家都是根据史实，然后根据军事政治上的合理的逻辑在拍的嘛。你这个叫荒谬电影嘛，荒谬片嘛，误导民众嘛。好，我们在拍电影或剧情的时候，首先会先进行田野调查，或许在这部分没有特别的琢磨，才会变成说拍出来有点四不像。好，我们问大使。
对这个电影，我有时候在电视上播也看到啊，我搞得好像神怪片一样，每个人都在那边谈的都是阴谋论啊，通通是在那边写小说，跟现实状况真的是我们对战争了解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所以这个方恩格啊，真的是看不下去了，真的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问题是花了我们纳税人这么多钱拍这种片有什么用？你找一个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你叫他写篇文章太容易了。在华盛顿，你找人写文章真的是满街都是啊，不能代表什么啊。不过我觉得像方恩格这个在台湾啊，这个生活那么久啊，又这个我们这个国语讲的这么好的，他了解。我想他不是出于批评，他是出于对台湾好。我们这种搞法的话，钱是乱花了。然后，如果当政者真的是看事情是这样看的话，那很危险的，对，这很危险。不过我倒是愿意讲的是，就是说啊，事实上两岸距离战争是越来越近了。我不是说这边危言耸听啊，美国的所有人这些各方面都在讲2027，你以为是随便乱讲的？对，最近大陆的这个国际事务专家金灿荣，我刚刚还在看他片子，他也认为2027很可能。对，所以民进党可能他们这些决策者是真的是觉得，事实上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了。那他们应该要做的是想办法让这个战争不要在2027打。对，你拍这个片子有什么用呢？你是警告我们民众说啊，小心哦，大家心里要准备，快要打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你要打仗的话，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只有最后的所有的一切恶果都是我们一般的平民在承担。你这个政府人不是告诉我要心理准备要打仗了，打仗是什么情况，你要做什么准备？你的责任是去避免这场战争的发生啊。现在美国一直告诉你2027，今年是几年了？2025了，我们明年马上就到2026了，迫在眉睫。大陆的学者现在也开始讲2027，他认为很可能。他今天怎么讲？他说军事外交都不是问题。大陆比较麻烦的就是经济跟政治考量而已了，所以呢，我是觉得我过去不太愿意公开讲说大家要心理做准备，可是现在这个情况，说实话，再加上我们这个政府这个态度，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啊，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如果当权者不想办法来阻止这个趋势的话，而是顺这个趋势，或者甚至在鼓吹的话，那我们这个老百姓真的是无言呐。那另外讲到这个多重宇宙啊，其实你现在看了，现在这个执政党内部是非常乱的。过去是谁在主理这个执政党？就是这个党主席跟一小撮人，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在执行他重要政策是哪些人？我告诉你啦，莱尔校长没有错，小卷毛是谁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青鸟？还有谁呢？还有这些曹兴诚、于北辰、王义川这些人，民进党有的是人才啊，到处都有人才，怎么最后变成就是这批人啊？小卷毛、青鸟、曹兴诚、于北辰、王义川，过去我们看都是他们站在第一线啊，对不对？然后呢，从民进党在民进党没有掌权开始的，我今天不是替柯文哲讲话，不是柯建铭讲话，柯建铭现在要承担一切后果。对不对？他是万箭穿心，然后呢，最后送上祭坛，承担一切责任。那还有民进党还有谁呢？民进党还有林奕化这些啊，在高雄林代化哦，不是林奕化，林代化，他在兢兢业业的在服务他的选民，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哇，收押，现在要把他的什么，把他抹黑。然后呢，这个台南的这个陈亭妃。想要选市长，你看被边缘化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再看看王世坚，民进党里面唯一敢讲话的，也是万箭穿心。所以呢，这个执政党现在真的很大的问题。回过来说到于北辰，我平常不太愿意的，因为事实上在军公教里面，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啊。可是他现在明明就是反对替军人加薪，他在舔绿。我替军人讲句话，军人的工作不是一天8小时，军人的工作是一天24小时，我们都服役过的。
他服役一天工作24小时，跟我们一般工作8小时的拿一样的薪水，你觉得公平吗？吕北辰你自己也当过军人的，你现在为了舔绿，你说要钱就是什么？就是出来做佣兵。你骂自己人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骂自己人的吗？真的，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好，真的哦，这个军人真的是有时候要留守，所以是24小时哦，这有时候1个小时哦，真的是几十块钱而已。好，赖老师，俞北辰是军校毕业生嘛，所以他就是自愿役的。那他也是为了那个薪水，他去当兵嘛，去读军校，所以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佣兵。如果以他的标准来看的话，他说你拿钱去当自愿役的，你就是佣兵；军校的他就是自愿役，他就是按照俞北辰的眼中，他就是佣兵。所以俞北辰自己就是佣兵，你就把钱吐出来。大家都在告诉你把钱吐出来，那你要吐2份钱。第一份就是你要把你在当兵的时候当佣兵的时候，也就是你过去是当国民党的佣兵，你要把国民党的时代的佣兵以及民进党时代的时候你在当佣兵，你的那个钱都要吐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现在继续在领这个我们台湾老百姓给你的佣兵的钱，可是你已经没有在当兵了，这个钱你也要再吐出来。那他说我现在因为是这个地方议会的议员，所以我的这个军方的钱没动了，那你就捐出来，啊，就以后也要捐出来。还有就是你既然当这个民意代表，你也是拿佣兵的钱，因为你拿我们人民的钱，你是为民服务，为民服务怎么可以拿钱？你是为了我们服务，为了我们服务，你怎么可以拿1个月20-30万的钱呢？所以你这个钱也要吐出来。我觉得你先把你自己都做到，不然的话你就滚蛋，就这么简单。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讲，你不吐出来你就滚蛋，那你就滚蛋吧。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都会这样同样的要求，因为你把标准定出来了，那你就要你本身就符合你自己的标准，你就要做到。你自己做不到，那你就会。不过绿营的很特别了，对于这种做不到的人，或者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票还是会给他。这一点我们对于绿营的选民，我们倒是佩服又尊敬，真的是了不起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暐瀚可惜了。暐瀚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他就很红，所以他就是执政的时候的媒体人，吃香喝辣的8年。蔡英文上来了以后，他就转变成为执政的，他执政是没变的，但是可以从蓝的变绿的，不过他还是执政，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所以又吃香喝辣又8年，这样就16年。然后赖清德看起来继续绿营执政，他还是没变，所以估计他还是吃香喝辣4年，这样子就会20年了。这点了不起，永远执政党。不过我还是因为暐瀚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还是要建议一下，保留一下自己，因为你要永远执政，所以很有可能再过2-3年以后蓝白执政的可能性存在哦。你要能够转得过去，所以保留一下你自己，让你自己能够转得过去，成为永久的执政媒体人，这一点就了不起了，佩服你。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